我今天带来的主题是科技如何让城市人回归到宁静。那么要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先从我们的大脑先谈起。在座的各位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反正我自己的体验是很明显，每天我的大脑都是处于这种状态下。那实际上，我们的大脑的发展，其实现代人的大脑跟我们1000万年前人类最早的祖先相比，大脑的体积已经翻了3倍。那么从这张图上面可以看出，最明显的改变是我们这个部分大脑的前额叶的部分。那许多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把这部分称作是人类理性的光辉。那么这是最伟大的人类历史上的一个进化。我们之所以能从茹毛饮血的原始的生活进化到工业革命、文艺复兴，到今天的互联网时代，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发生了这小小的3倍的改变。那我们的额叶区传统意义上来讲分为左脑和右脑。那么我们的左脑就像图片上面看到的城市那它充满了理性，充满了逻辑，井井有条。我们的右脑呢，就像公园一样，是一个充满感性、充满灵感的像一个乐园一样的一个世界。然而今天在座的各位，大部分都生活在左边的这张图片里面。那其实今天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在用左脑在思考，我们都是左脑人。那么左脑人有一个什么最大的问题呢？我上台之前，我不断地观察后面观众都在看手机那实际上，手机是一个很伟大的发明那它像 Sam 所说的，它连接了全世界，为我们推送各种各样的信息，邮件、微信、微博等等。我们每隔10分钟就会看一次手机，那所以可想而知，我们的大脑是被这种大量的信息化的这样子的科技所加载，超负荷的在工作，而且这让我们的注意力变得很短暂、很缺失。我们所处的年代是一个注意力缺乏的一个年代。据美国微软的一项研究指出，现代人的平均的专注度广度已经从2012年的12秒下降到8秒钟了。那所以跟普通的鲸鱼相比普通鲸鱼的注意广度是10秒钟。那所以我们今天在座各位可能注意力广度连一个普通的鲸鱼都不如。那总结一下，我们的大脑实际上它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大脑，它可以很专注、很高效、很快，它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它可以同时处理很多各种各样的信息。但是我们这个大脑，它是一颗疲倦的专注力缺失的，是一个很焦虑的，所以总而言之，它是一颗低幸福感的一个大脑。那我们看一下，在信息化高度发达的地区，硅谷也是我们左脑人的左脑综合症的一个重灾区了，我们所说的。那么这些人都怎么去应对这样的问题呢？大家可以看看图上的这些公司，他们都是硅谷最有代表性的公司那么这些公司他们都明白，所有的价值都是来源于每一位员工的大脑他们是用创意在改变世界的。那所以他们很清楚一个道理，就是如果我的员工长期处于左脑人的一个状态，长期处于焦虑、专注力涣散，实际上是没有办法有很多的 idea、很多的创意，很难产生价值。员工的大脑对于这些公司来说是最重要的资产。那么他们怎么做呢？我们看一下乔布斯怎么做。大家可能知道，乔布斯是一个常年的坐禅者，他是一个修行人。他是整个硅谷正念冥想文化的一个推动者。其实硅谷近年来正在掀起一股这样子的大脑革命，冥想只是其中的一个方式。那所以像去年2月份美国的《时代》杂志就专门有一期的 issue 是专门关注冥想的风潮在硅谷是如何开展的。那么提到冥想，可能大家对冥想的概念还是停留在很宗教化的一个印象。然而今天，脑科学界包括心理学界，已经对冥想做了一系列很有科学化的研究
那么其中最著名的一项，就我们右图所看到的是，这位是来自尼泊尔的一位禅修大师，叫明就仁波切，那么他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一项研究中，那研究人员在他头上戴了很多的大脑成像的设备、传感器、脑机接口等等的设备。那么在研究里面，他拿了这位禅师和普通人的大脑成像的图形做了一个对比，那发现这位禅师他的右脑管理快乐的指数的一部分的活跃程度比一般人超出了700倍。那么这项研究其实就很有价值了，因为这证明了人类的大脑可以通过后天的训练，通过环境，通过生活方式的选择，发生机能的改变，还有结构的改变。那么近年来有更多这样子的，在右边图中看到的那么复杂的脑机接口、脑电波检测的设备，慢慢的进入到我们大众消费市场。那实际上在座的各位，其实可以花很低的成本就可以拿到类似这样的产品，在家中也可以像乔布斯、像这位禅师一样去做这种大脑的一种训练。那么今天我就带来了一款这样的产品。那么接下来我会邀请在座的其中一位观众上台，然后我们现场为大家演示一下这款产品。好了，那有请。好，你可以到我这边来。好的，好的。好，怎么样？你上台感觉心情还好吧？其实你心情好不好，我看这个图就能看得出来啊。对。那可能大家看到上面有一些很复杂、各种各样的数据。那其实这些数据就是从这位观众头上所戴的这个设备检测，然后通过蓝牙跟平板电脑连接实时的他大脑的一个状态。哇，挺混乱的，我看你现在应该蛮紧张。可以看到上面的有一个紫色的那个波形图，那实际上现在是它实时的前额，也就我们刚刚所提的理性的光辉的那一部分。它的原始脑波的信号。OK， 中间有一个大脑的全息影像。那么这个影像呢，可以看到它的颜色在不断的变化。如果它越红的话，就代表它现在左脑的活跃程度是越高的。如果它变得越蓝，那么它的左脑就会关闭掉，越平静越宁静。那下面有一些柱形图，那实际上是通过最上面的这些原始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来不同的脑波的频段。那么大家在座的可能有听说过阿尔法脑波、贝塔脑波那么实际上这里面反映的就是信息。当我们的人的意识处在比较放松、平静的时候，人是走在阿尔法的脑波；当我们比较专注、比较警觉，甚至比较焦虑的时候，是处在贝塔的脑波。OK， 那这就是我们这个设备能够检测出最基本的信息。那么这些信息其实蛮无聊的没有什么价值那所以我们会跟一些游戏，跟一些更有互动化的一些软件去结合，那尝试去为大家提供一种寓教于乐的一种大脑训练的方式。OK， 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简单的念力遗物的小魔术，好不好 ？OK。好，那其实我觉得今天的氛围相当好因为大家都坐在垫子上，很有禅的感觉。那么我邀请各位观众也跟我们一起来做，好吗？那接下来我们需要的是闭上眼睛，深呼吸，放松全身的肌肉。你也跟我们讲 ，OK。当我们进入到这种大脑状态的时候，这颗羽毛就会慢慢的飘起来。大家的右边看到一个能量条的高低，那实际上那个就是我们现在放松度的一个高低。当这个放松度飘高过那个灰色指针的时候，这个羽毛就会飘起来。如果再保持一段时间，这个羽毛就会消失。那么我们一起来尝试一下，好不好？好，那有请你先闭上眼睛，可以深呼吸一下 ，OK， 大家看到已经飘起来了，对吧？大家可以一起做，但是你们可以稍微睁开一点点眼睛看一下 ，OK， 再保持这种状态 ，OK， 大家可以看到已经消失了那其实我们刚刚做的就是一个最简单的冥想的入门的一个练习，很棒。那么我们给点掌声给他，好吧？做得非常的好 ，OK， 那如果只是移动一些物体，我觉得还是太无聊了。那我们来玩一个更好玩的游戏，好吗 ？OK， 那有请我们的同事切换到 OK，那我们
我们做了一款这样的应用啊，跟运动有关系啊。这款应用叫做脑力运动会。那么，其实我们做这款应用的初衷是为了让观众啊，让了用户可以带入到一个真正运动员的一个心理的竞技状态。因为我们觉得所有顶级的运动赛事到了最终是一个心理的较量，是一个脑力的较量。那试想一下，无论是高尔夫、射箭、跳水等等的运动啊，到了最顶级的赛事，都是在考验运动员的心理素质。那所以在这款应用里面，我希望玩家这位观众一会带入了，想象你自己是刘翔啊、鲍威尔啊，世界上的田径的名将，那么参与到这样的项目以来。那么在这个赛跑的项目里面，可能一开始是一个起跑的一个动作，那么可能你要调节到一个比较放松、排除外部干扰的一个状态，不然的话你就会抢跑了，好吧？但是不要紧，我们有2次的机会，你可以尝试一下，好吧？那准备好了没有？好 ，OK， 那我们可以开始啊。OK， 那么可以看到画面上面实际上就是我们运动员起跑的一个姿势，好像不太妙哎，你可能还要 OK 抢跑了啊。我们给他一点鼓励吧，好吧，让他有点信心 ，OK。其实就是像刚刚那样子，我们回到那个放松的那个状态啊。其实最简单的就是深呼吸，闭上眼睛。我们再试一次，好不好 ？OK， 好，还不错。大家可以看到他的表情是这种很平静的一种状态，对，很棒，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OK。很棒，那么已经起跑了，睁开眼睛，然后看一下你的那个人物。现在是在跑步的一个阶段，你需要全神贯注，一心的想着跑快一点。你越专注的话，你的人物就会跑得越快。那我们看一下你能不能够超过最前面的那个，大家给他一点鼓励，好不好？好，很棒，很有效，已经超过了第一个了，是吧？我刚刚没看到。OK， 你看了。现在是在一个暴走的状态啊，很棒，马上冲过终点了啊 ，very good， 好，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好，那我们今天就先演示到这里，好吧？好，那请你回座，啊，谢谢，太棒了，配合的太好 ，OK， 那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吧，科技如何让城市人回归宁静？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刚刚我们所做的这些？实际上是在做一个，其实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冥想或者是脑力的训练、运动等等，都是一些相对比较传统的一些运动，但是通过与这种科技的结合，它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那么，我相信以这种现代人的语言跟这种传统的交互这传统的活动去做结合的话，是可以让我们的科技不再是那种加载我们的大脑、给我们提供烦恼的这样子的科技，而是一种真正带来温暖、让我们能改善我们生活的这样子的技术。创造未来我相信未来是靠右脑人创造的我们的未来将是一个高感性的一个世界。从这3个例子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第一个全世界最著名的苹果就是牛顿的苹果它是在苹果树上面小憩的时候得到了这样的灵感。德国的化学家凯库勒是在梦中里面梦到了一颗蛇咬着自己的尾巴，然后发现了苯元素的环形结构。那么另外一个著名的苹果是 iPhone。那么当 iPhone 刚刚推出的时候，很多人诟病吐槽它这种去掉物理键盘的这种设计。然后乔布斯依然坚持去做这样的一个手机。那乔布斯其实坚持的，在不断的访问里面，他不断的提到自己是在冥想中看到了 iPhone 的成功，所以他坚持要去做。那所以在以上3个例子，我们发现那些改变世界的灵感，都是在我们处于最宁静的状态下面所发现的。那么我们今天已经帮助了7万个大脑进入深度放松宁静的状态，一共是16000小时，那相当于2年的时长。那这里面有许多的人是多年的禅修者、冥想者，那么他对这样的科技感觉到很兴奋，因为
他对我说：“我在这么多年的冥想中，完全不知道大脑发生了什么，但是通过你们的技术，我知道我每天大脑是不是真正进入到深度宁静的状态。”那么还有很多的人，实际上他是完全没有接触过冥想，通过这种很新颖、很寓教于乐的这样子的科技的呈现手段，他接触到了，而且他坚持下去，一直去做。那么这种放松的练习改变了他的大脑，改变了他的身心，但是更重要的是让他在城市的喧嚣中回归到宁静，也许会有发现可以改变世界的一些灵感。那抛开所有的商业不说，我觉得我们所做的这件事情是一项社会实践，那是让科技跟一个传统的一项活动所结合，然后让它变得更易于推广，让全部的人的大脑可以通过这样的设备可以连接在一起。那所以我也邀请在座的各位一起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社会实践当中。好的，那我的演讲就到这里，谢谢大家。